我是一哈，这跟一没关系。我很多零都说什么叫安全感，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安全感。你觉得一不需要安全感吗？哎，刚才我们谈的安全感，那你理解的安全感是什么呀？我理解的安全感是，比如说，有些人说在国外没有安全感，因为说会受到人身攻击啊，或者会抢劫啊，或者是人身安全啊这些。另一种安全感呢，就是说，自己有所保障，比如说我不怕发生什么我处理不了的这个疾病啊什么的，我有一定的保障。然后还有一种安全感呢，可能说是，我是不缺爱我的人的，我是被爱着的。然后我不会说孤零零的在这个世界上。你缺的是什么？你觉得？让我去选择的话，我觉得我还是需要爱，需要爱。明白。那你刚才说你是一，是谁是零的那种，谁都可以缺爱呀。我觉得我缺爱哈，并没有说因为没有爱我就没有安全感了，我倒还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有肯定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没有的话，并不是说我活不下去了。我换一个角度，什么样的关系让你在里面的时候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可以做自己？那肯定是有一个爱我的和我爱的，我们都能够比较坦诚的去沟通很多的事情的。是。然后呢，就是比较自在的、舒坦的，就没有多少保留、忌讳的那种相处吧。你会有这个展示你脆弱的一面吗？我如果有脆弱的话，我可以展示啊。我觉得没有什么。那你会跟他撒娇吗？有时候也会吧。我担心你做一把自己绑上去了以后，什么都不敢做了，变成大男子主义了。那倒也没有吧。实际一零的话，只是性上一个角色。对，毕竟是相处嘛，是爱恋的关系嘛，是吧？哎，那你既然聊到这个问题，我就继续深入问一点哈。一零对你来说，这个限定很重要吗？我以前看过一个人的介绍哈，他也是在这个行业里啊，或者说是在这个性这个领域的话，好像也是比较资深的。他说这个不重要，他说他在美国的时候呢，他觉得在交友的时候根本就不会考虑一和零的问题甚至说什么我们可以接触很多的工具呀，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方法呀。是的。但是我所接触的，包括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很重要。我觉得两个一在一起，那没办法在一起。是吗？为什么？为什么？就是性上已经没法解决。你觉得就是性的这个过程里面，你只能接受去插入别人是吗？差不多这样。如果是其他性的方式，你都接受不了吗？都不能让你愉悦吗？其他也有，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没法代替的。那如果有一个人你很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他说我们不依零，这个我感觉我比较难接受。我觉得性是爱恋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吧。那特别是在初期，它会占到很大的比重。然后后续的话，可能说比重越来越低，那是没法或缺的。没有采用一零的这方式，就不是叫过性生活吗？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我感觉这个一零这个方式是没法代替的，其他的也可以，你打飞机也可以啊。但是呢，你这个没有说得到完全的满足啊，就是他在这个满足你的这个层级上，他没有达到那么深或者那么高。还是说别人的水平不行，技术含量不够，造成了你的那个什么？我没有统计过，没有试过那么多的人。有没有一点，你把做一这个事当成了一种更强势？不是，我更有掌控欲，没有。然后做零呢，好像会让你有一种隐约的感觉，不够好，不够阳刚。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只是一个性愉悦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纯零嘛，然后他也说呢，他说我如果是找一个伴侣的话，他也是零的话，我就没法跟他在一起啊。行业内大家都这样说，都说现在那一少零多，那零。都是比较弱呀，或者说比较这个瘦弱那种程度，我觉得不是啊，不是，我觉得很多的零都是很健身啊，很怎么样，比那个一都更强壮啊。我只是性上一个满足的方式，它可以后续的，比如说是哎呀地位啊、尊严啊什么什么的，男权女士啊什么，我觉得没有关系。你确定你没有在内心最深处也这样想？你老是挑战我。你怎么看所谓的纯一这种说法？纯一的话，
这个里面也有一些是假意啊，然后假意呢，它可能就掺杂了刚才说的其他的一些成分嘛，比如说他不愿意付出，他只是想去玩弄别人等等的，可能有这种成分。但是还有一类呢，就是说他生理上，他做不了，或者心理上他觉得做不了零，我觉得也存在这样的人的，那这心理上他认为他做不了，其实是可以被改变的，是吗？心理是可以被调试的吗？这个就像这个同性恋一样的，很多人就是同性恋，它是个心理问题啊。哦，那不是，那这两码事。它是个经验问题，我可以后天可以调试。没有，性倾向跟性行为是两码事，所以性行为的方式是可以被塑造的。我相信，但是呢，可能更多的人都希望接受本来我的样子，是吧？不是说因为我很喜欢这个人，但是我们撞号了，我去改变，不是说不能改变，可能也有能改变的这个机会，但是更多人不会到这一步呀。我现在还是想问到极致一点，有一个人你特别喜欢他，他也特别喜欢你，然后你可以接受两个人互相来个点0.5的那种吗？我好像再看看其他人。所以你就宁愿放弃那个人，你都不愿在性上面采取一些多元的更适合的方式。其实我们以前有试过，包括我和我前任的话，我们分手的话，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方面，就是他觉得我不愿意付出，他说我性方面很吝啬，一直不愿意为他做零。实际我觉得我这好像不是吝啬，我只是觉得心理或者生理上好像是难以接受。但是难以接受是因为痛吗？还是因为脏吗？还是因为什么？就你的感受上，痛和脏都有吧？好像感觉到不舒服，就是感觉到体验不好。对，然后可能痛啊、脏呀，反正我看着网上好多灌肠什么怎么这样，我感觉我都灌1个小时，我感觉我都灌不干净。你就觉得这个过程是比较复杂，然后对，也不是那么舒服。对，所以那也就是说，那看上去还是流程太复杂了嘛，也不代表你谁给你塑造了说你就不能去做那个事情。其实你刚才讲的前任也会提出来一些。我们讲就是说不满意，对不对？那说明人家也不是所谓的纯零什么之类的，人家也有想在伴侣关系里面说我也想要试一下，可能最后就不是谁是1和0的问题，而是说我想看看你爱不爱我，或者说我想看看你能为我做多少，对吧？哪怕你不喜欢这个事儿，但是也许我想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出一点点的妥协，这个也很有意思。也做出过。我每年呢，在这个过年的时候是吗？不是，每年过年那天他生日的这一天。每年生日的那天，情人节的这一天。为他可以做1次零，这个也很有意思哈，有意思吧？这个等于就是说给他的奖赏，也不叫奖赏嘛，我心里还是爱着他的。我可以为他做很多的付出，然后呢，就是我也希望他能够得到满足的，我尽我的努力吧，就这个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有很多时候所谓的1和0啊，其实他其实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我觉得这个不对。我觉得就是我所看到的哈，我所看到的这个性的话，就是有很多人呢，就是真的就是纯1，有很多人的话真的就是纯0，有很多人的话他就是0.5。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鸟的话，它就必须在坑里，在陆地上，它不能到水里去；鱼的话，它就只能在水里，它不能到陆地上去。但是还有一部分呢，它能够无缝的切换的。比如说这个现在的乌龟，它可以无缝切换，这个切换对它来讲的话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还有一部分的人呢，比如说青蛙，它虽然它能够离开这个水，但是呢，它需要一个潮湿的环境，它不能长期的在很干燥的地方。那就是比如说它是就完全纯1、纯0或者纯0.5，又不足以描述这个性的倾向了啊。然后比如说有的是0.2，有的是0.3，有的是0.8、0.9，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就像刚才说的无缝切换，你所指的呢，可能说是就是能够无缝切换那边人，但是还有多数人呢，他觉得他更多的时候他是0.9，只能有少部分做0。那比如说像我们这样 side 的，没有1、0的，那是乌龟呢，还是青蛙，还是鱼啊？我不是很了解这个 side 的，就是在你的这个套装里面，因为你这套装里面装不进去我们。我跟你描述一下，我不了解什么是 side， 就是没有1、0的性行为，没有1、0的性行为是吧？其他都可以其他都可以是吧？对呀。那这个又属于更多元了嘛？那你觉得 side 会在男同里面占比例多少？
首先我说啊，side 这个词应该是最近几年出来的。你觉得他基本上不移民的人会占多少？这个没有统计，我觉得可能不多吧。不多是多少？你猜一个数。我猜一个数嘛。非要说个数，我觉得有5%。最近的调查，嗯，最近3个月，嗯，大家的性生活里面没有采用肛交这种方式的，超过65%。啊，所以你之前的那个你1啊0啊那些框架是套不住这些，这很大一部分人。